Just imagine a life with us together, we two. Just imagine all of our dreams coming true. Just imagine Every day it's just me and you. Just imagine the sky that would always be blue. Just imagine there's nothing, girl, that we couldn't do. Just imagine. 来，今天哇，你们这几天安排的都是3个人呢、果然budget越做就越大啊，不错不错。OK， 来，异地遇同乡，跟我讲有多难？同乡就是来自马来西亚嘛，对不对？马来西亚在新加坡拍戏的有几个？算得到啊。我先说难的啦，文龙、宏宇、耀栋。马来西亚的女生有吗？哦，Jessica。其他的我还真的不知道哎。相似，就是我认识的啦。囧耀来过了，汉伟来过了，其他都没来过啊。相知，马来西亚来这里跟我最熟的就是囧耀跟汉伟，那2个都来啦。因为他没有朋友。湘西，哎呦，有咩？哎，我弟弟，有没有可能？因为最近他跟我拍戏啊，应该不可能的哦。他现在人在台湾。OK， 我觉得导播一定会找一些近期跟我有交流的。我知道了，我知道了，那位藏风哥哥还会来吗？这3个我知道是谁了 ，OK？ 我去准备一些适合他们吃的，而且可能也会吃出想家的感觉 ，OK？ 来，我今天要做的是薄饼。薄饼，因为我觉得我来了这里之后呢，我发觉新加坡的薄饼跟马六甲很不一样，就是当然沙葛也是一样，但是我们会放四季豆，然后鱼圆，还有马来西亚的薄饼呢，不能缺少这个，看得出这是什么吗？猪油，哈哈，希望那个有风的哥哥你可以吃，猪渣应该没有风的啦，不会胀风的，你放心 ，OK， 一定不会的。吃太多这种会胀风的，真的会。原来是葱不会胀风啊，葱会胀风会呀，对，会呀。其实我弄得好像我很麻烦，这个不喜欢，这个不喜欢，这个不喜欢，螃蟹不喜欢，胡椒不喜欢，这个其实难相处。OK， 我觉得基本上我用2片就够了。可是我不知道他们3个人敢不敢吃，对不对？一个怕风，一个怕肥，另外一个爱美，对不对？你们自己去猜是我讲的是哪一个？约了8点45分，现在已经9点15分钟了，这2个少爷都还没到。啊，哎，说曹就到，来了一个陈龙宇，哎，拍什么拍？你看，还在那边拍照。啊，你们的 reporting time 是几点？我是9点半，是人少来，讲电话不眨眼。8点45分，这是9点才到。李耀栋应该是我们拍到中午的时候他才去。我们先过去，自己坐船过去。我们先过，不要管他。张耀栋，为什么你迟到？不要紧了，OK， 来玩就好，OK。OK， 今天要来的就是顺理成章。你们知道怎么有这个顺理成章的吗？就在疫情期间，有一天宏宇就传了简讯给我，他说：“哎，顺哥，我们要做一个 live
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个正面的信心，然后请大家就是不要受这个疫情影响的一个 like。我说好啊，所以这顺理成章是这样子来的。哎，其实刚好我们都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对，然后这段时间呢，可能大家也在新加坡工作，也差不多1年多，大家都没有回去看家人。我希望他们今天来到这里呢，不会嫌弃只是弄薄饼给他们吃 ，OK？ 虽然说薄饼听起来是很简单的东西，就是外面到处可以买得到，但是你要准备里面的材料，当然是需要时间的。首先你要炸这个猪油渣，然后你要炒那个沙葛，然后炒完之后你要再烫这个烫那个，然后要切，我觉得挺繁琐的，我觉得。好，现在我切鱼圆。哎，刚才我一讲说鱼圆，每个人反应是啊，薄饼有放鱼圆的没？有哦，我们马六甲有放鱼圆哦，当然就是整颗放进去了。那个鱼圆要把它切小，这样你咬的时候就会咬到那个鱼圆的口感。OK， 接下来呢，我就要准备这个四季豆。我通常切都会斜切，就是给它有长度，这样有没有？因为这个长度底下我要炒过去，它切太薄就很容易软掉了，所以我们还是要注意到那个口感。小东，几点了？你为什么迟到？他们在楼下等了你很久。等我啊？对。好啊，好的东西都是要慢慢等的。怎么来到这里啊？我没来过，需要带护照的，需要带护照的。我觉得你等一下来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给我们一个理由。我跟你讲，你在家找 passport 吗？哎 ，come on， 来乌宾不用 passport 的好吗？虽然你不是第一个觉得来乌宾要带 passport， 我听说有一个说去葡萄牙要带 passport， 你们自己承认，我不要问是谁，你们自己想自己解释，快点来。为什么我不是混淆，我只要确保我可以上船，然后来到这边。昨天我在冲凉的时候，我在想，来布拉乌宾要不要带 passport？ 要不要带 passport？ 有空就来一下这种地方，你就会知道需不需要带 passport， 对不对？乌宾是新加坡的，不是马来西亚的，也不是印尼的 ，OK， 是新加坡的，所以不用 passport。拍戏迟到这件事你怎么看？当年我年轻的时候呢，也是会这样子啦。但现在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要尽量少一点，不要说尽量少一点，千万不要啦。因为讲真的，拍摄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金钱。如果你迟到的话，你是会影响整个的运作的，或者是会影响整个 team 在当天不能完成当天的任务。我相信不单单只是我们这个行业，其他的行业应该都是这样的。所以这个迟到的观念真的是要很认真的去思考一下，不是思考，要去做到最好。对，哎，张亚东，我不是讲你哦，我没有讲你哦，你是客人，今天你是客人 ，OK？ 你要怎样就怎样哦。整集出来讲张亚东迟到够累。我又来到了这里了。耶，你们懂不懂啊？我是第二次来啊，第二次啊，为什么这么有空？明顺第2次邀请我了。其实说真的，我不懂为什么明顺会邀请我多一次。就是我跟明顺的个性可能就是我们很直很真的，我们没有一道墙在前面，我们讲话都是很真实，所以可能这个火花是难得了。你们跟明顺有什么交情？我没什么交情，我没有合作过。我没有合作过啊，真的没合作过。他是凑人数啊，今天其实要请我们2个来，请我们2个来啊，顺便拉拉。没有，那个时候是 live 啦，因为那个什么顺理成章啊，顺理成章才找他来的，要不然他哎呀，真的是没有来嘛，对不对？好了，我来过了，我觉得明顺煮东西还真的还不错了。我猜今天要煮东西应该是跟酒有关系，因为我们3个人都很爱喝酒。就今天的菜全部都是有红酒啊，配牛肉啦，什么醉鸡啊、醉虾，全部都出来玩了。如果他会煮黄酒鸡，我觉得是可能是黄酒鸡。哎呦，讲我肚子饿了，走，快点要去找。Let's go。OK， 做薄饼最重要的材料，你没有这个呢就不算薄饼了嘛。对，首先去皮，因为有些人纯粹只是用沙葛，有些人会加一点包菜。那我本身是比较喜欢沙葛的味道多一点，因为沙葛你煮的话，它会感觉很甜，然后它还有那个 crunchy 的感觉。他们已经到了。那我要提早到处去迎接他们了啊！不要讲没有了。
看在老朋友一场啊，这些工作先放下，我去迎接他们了。OK。 OK，到了，小心你们头啊。OK， 呀，哇，脚下真的很像回到我的家乡。哎，名正言顺街啊。对，人家我跟 Rebecca 走过这条街的时候，他可能没有这样爽的感觉，我就有了，因为我觉得这种素的味道是我马来西亚常常有的味道，新加坡已经很少这种机会。是。哎。我以为你们不要来了，我要回了。我没有，我跟你讲，我没有迟到。然后这个很不准时，为什么？我们讲8点9，然后呢？他8点到，是不是不准时？哪里可能啊？这个更惨，这更不准时。8点9，他9点15分才到。我哪里知道那么远？我第一次来无冰岛哎。有空要带女朋友去夜店，来这里走走。哦，是因为夜店才迟到哦。对呀，而且他一来就有身上就有酒味。哟，加盐加醋，所以你没有带来。带什么来？我想问，今天你是煮酒有关系的东西吗？或者是跟马来西亚食物有关系，我们都在猜。今天是马来西亚的。哦，是啦。 Maggi goreng 是吗？好笑。你看他今天打扮的最帅是他。我没有打扮，我随便而已。哎，你是有打扮。跟他讲这样热，脱掉这衣服死都不要吃。我是尊重他，以为他们两个做暧昧嘞，我还讲要动知道吗？我说可能他在厕所里面这样。哦，原来是你。来靠近点，看脸有没有画来。没有画嘞，有画。没有，眉毛有画。没有，本来就这样的。来，滴咻拿滴咻，我抹掉眉毛来，没有画。来，汉伟，没有画，跟他抹掉，抹一条就好。眉毛不要，你看怕了吧？脸上他有没有点妆啊？来，你看，哇，没有，哦，这太多灰尘了，什么灰尘？有本事的话，擦一条眉毛，擦掉，剩下一条。不要讲那么多，不然不要讲那么多。我是尊重李明顺大哥的节目，我才这样化妆。哎，你看对不对？哇，很多东西我已经准备好了。对，我看一下。但是还是剩下一点人帮我做了。哦，这是猪油啊。对啊，猪油。哎，你喜欢这个？我超喜欢，最好是给我煎蛋。 OK， 你看到这个，你觉得我会做什么给你们吃？这个薄饼。对啊。薄饼我不喜欢吃，不喜欢吃。就只有薄饼了，今天没有了。很多东西要做嘞。上次来吃它有鱼跟大鱼大肉大虾比较容易。我穿的这么美。白丹宁啊！没有，你们早点跟我讲你有化妆来吗？我就准备白丹宁给你吃。Oh my！ 等一下我们可以 display 到像白丹宁给他一条一条给他。这也不用了，这样不用了，这样不用了。哎，薄饼真的是很多功，很多功。虽然我不能，但我知道很麻烦。所以我希望你们可以帮我啦，因为等你们我浪费了，哎，几个多久啊？40分钟了，本来秀台妹。这没有时差的，20年前有了，现在没有了嘞。讲骗话的，Excuse me， 哎，真的是。 OK， 我觉得为了表示你的诚意，今天全部你帮忙做，而且你会煮的，我知道。这一集给他煮了。好 ，OK， 就这样子。好，就这样决定了。两个找个椅子来坐哎，不能在那边自己去拿。哦，要。好，前面有3条一样颜色，你们自己选一条。随便啦。啊，随便。OK， 来，姚董，你帮我先弄那个沙果心。 OK， 你要我们两个帮忙做什么？帮我洗辣椒，切开来，把那种子拿掉。 OK， 然后这个呢，帮我弄成丝。 OK， 我炸这个猪油渣，我通常会先放一点水，那个底就不会烧焦嘛。他不会切啊？哎，这我要不要戴手套吧？弄到眼睛。不要戴上墨镜哎，就不会喷到了，不要。来，墨镜拿来，来，墨镜拿来，快点。哇，那帮你准备了。啊？不会碰到你的眼睛。哦，你看，我弄到头发马上扫一下来，这么爱美了你。没有，因为那个啊，你的镜头看的不好看。是吗？对，影响收视啊。会吗？你严重了吧你？啊？哎，阿顺，这样够吗？应该够了。哎，这样我就收工了。你帮我沥干那个水就好。 OK。
哎，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做过工啊？有啦，小什么时候多小？就是在读书的时候啦。我先讲，新传媒是我第一份真正的工作。哇，我没有打过任何一份工作，哇，你挺好的嘞。除了学校假期的时候在那种 shopping center 那种部法做过1个礼拜而已。哦，你有帮过你的父母吗？对啊，以前是卖冰城炒粿条，我妈是卖那个猪肉粉，后来就卖杂菜饭跟卖烧腊，然后7岁就出来帮忙洗碗洗碟。各位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女生们，赶快啊，这种很难找的，跟你讲。哎呀，哎，算了吧，只是偶尔会迟到一下啦。不是偶尔，是每次。哎，你很没有礼貌嘞！这边讲完讲到，我们2个介绍完，这个不管他了。小时候我们家是开杂货店的嘛，然后帮忙也不多啦，因为爸爸妈妈也不让我帮忙，每天去偷钱。你呢？你偷过钱吗？有，就也是一样偷一些零用钱去打电动啊。你们是打电动啊？我是玩电动啊，然后去买一些零食吃啊，冰淇淋。那冰淇淋也不用了，冰淇淋我们家就有了，就随手一开拿冰淇淋，每天2只就好了。像你们2个都输我，你们是偷5毛1块的啦，我是偷50块。为什么？你偷那么多？我从5毛偷到1块，1块然后慢慢2块，2块就可以越偷越多。但是我偷我的心是好的嘞，我偷了是买东西给他们吃的，我不是拿去玩 game。听前面就好。因为那个心态就觉得好像又内疚啊，偷了钱又不好意思自己吃到完嘛。那外婆知道了，她只是他不懂嘞，啊，真的不懂。她肯定懂的啦，怎么可能瞒得过她呢？呀，也可能哦。我其实蛮想念以前我们小时候吃过的食物的。其实马来西亚很多食物了，很多。我们马来西亚的食物你最想念的？我最想念的云吞面。对，马来西亚云吞面不一样，黑色的。马六甲是白色的，马六甲白色。对。你呢？椰浆饭哦，肉骨茶。如果你说椰浆饭的话，我想念那种小包的。1块3角形的，小块钱。对，你可以吃几包？我可以吃5包，一个早上。讲到这个我最想念就是福建面啊，黑色的。哇，大条的面啊，吉隆坡福建面。对，新加坡通常是用乌冬来炒，马来西亚真的是用黄面，黄面的。然后另外一个猪肠粉，猪肠粉不是那种香港猪肠粉哦，它传统的圆的、扁的，然后有料的，你还可以加酿豆腐啊，或者是鱼丸啊，或者肉丸啊，然后它的面是酱，哇。真是挺怀念的。我们买什么东西吃的好了，都是很多是档口这样推在那边，就有时来，有时没有来。有时你去期待要吃样东西的时候，可能他们没有推那个档口来买的，你就很失望啊！结果没得吃就回家，所以这个找不回了，我很怀念。我觉得这种都是我们在马来西亚，虽然是在不一样的区、不一样的州，但是这个情怀都是一样的。对，而且我发觉另外一点就是好吃的那个单位啊，它一搬家就变了，很奇怪，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可能就习惯那个地方那个味道。其实有时候它的食物还好，主要是因为古早味，很多人去吃是因为那个回忆，那个感觉想回去回味啊。对。但它食物有时未必是好吃的，有一些很多我遇到是这样。可以让我知道了，在新加坡哪里有什么地方可以卖到好吃的马来西亚食物吗？其实我觉得现在在新加坡要找马来西亚食物，没有说特别难或者特别容易。没有，我觉得是这样，因为现在有很多马来西亚，你现在去很多餐饮都是厨房都是马来西亚厨师，但是他们来了之后，他们也改良了，他们也煮适合这边的当地的口味。对，他们会改良，所以这个没有办法，我觉得。这个对，除非我们再回去以前哦。我们也不想要，对不对？有些要我不介意的，我觉得 OK 啊。如果你说问我什么东西最想回去以前小时候想要做的东西，就是真的没有电话的世界了。以前是没有电话的。我真的有时候我这样想没有电话的世界其实很好。真的那个人情跟那个凝聚力跟那种相处生活很不一样哎。我们很多东西是坐下来讲，而不是就是用电话来沟通。真的，我觉得科技的发达的确是有帮到很多了但是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一些来往跟那种人情少了。如果人与人之间能够用眼睛跟眼睛对望这样讲话，
哪怕吃个饭、聊个天、聊心事都好，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好像以前就算见不到面，都会拿起那个电话在家里电话打，用声音去让对方知道你的语气跟你的心情是怎么样谈东西。这个没有说对或错，它的确是以前小时候那种感觉找不回了。哎，我不是哎，如果你现在回去的话，我会想要碰多一点跟科技有关的东西啊。我现在电脑白痴，我有电脑，但是我不知道里面，到现在还不懂怎么用。其实你这是借口，看你要不要学而已。我知道，但是我不愿意花这么多时间坐在电脑面前，因为我家当初的经济情况是不可能让我们有那种电子游戏啦，什么游戏啦，所以我就没有产生一个兴趣在里面。那等到再出来做事以后。就算是有电脑或者电话一直进步的在改变嘛，那我对那些东西就是不够敏感。活在这个年代，你会很辛苦。有多辛苦？会，因为有很多东西你需要，我知道，需要用到电脑这些。想想这段时间，你用电脑做的东西，除了什么，就上网看一些东西，跟人家聊天，还有确实也是。别说嘛，你没有真的用来做一些什么科技设计啊，什么没有的。但是你发现到，很多时候有事情要抒发感情的时候，你跟朋友讲话的时候，你发现不一样的。你跟他讲说，可能他手还在按电话，那我就觉得那会很讨厌的。搞不对，会很讨厌的，这个是真的。哎，你的鸡蛋是熟的，已经熟了。要煎的。哦，你要煎的，煎的要切成丝。哎，明顺，我讲真的，等一下可以留2粒鸡蛋。我煎那个给你。OK， 好。我真的很喜欢吃乌龟豆煎蛋的。OK， 我的豆干煎好了，我要弄碎它。然后汉伟说他要吃煎蛋嘛，对不对？我交一个大厨给你，叫他帮你煎。如果你不满意的话，你把它推掉，你自己煎。我不会。哎，你不会？那真的不会。交给他。煎蛋，煎汉伟的4季豆蛋 ，OK。4季豆煎蛋是要混在一起的是吧？没有，应该是4季豆一颗一颗炒。然后再加蛋。对，再打，再煎。来。对，蒜蓉在哪里啊？蒜蓉不用蒜蓉的。不用蒜蓉对不对？不用，我不会煮，我都大概懂不用。喂，真是搞笑哎！让我来这样。不要太多油啊，少油少盐哦。少盐哦。盐在哪里？没有盐的。啊，不用盐啊。姚董，你帮我剁这个豆干，不用说很碎啊，就剁到小就好。阿伟，你今天应该吃不到东西了，我变你不要吃，然后鸡蛋就是长黄鲔鱼炒的。我会看这。我觉得现在汉伟现在很 stress， 看他煎蛋，他很 stress， 他比红宇还紧张。哇 ，OK， 我这个砂锅呢，先炒一下。炒出来味道之后呢，就要拿去焖。哎，不用放虾米。虾米，对，我就是不要放虾米，我怕虾米味道太重，抢掉那个味道。但很多福建人做都会放虾米。还没有。真的吗？我觉得还没有的。虽然我不会煮，但我看过上网哦，就要稍微过一下。可以了，这样可以了。然后呢，你打蛋在碗里面再煎。OK， 我这个放一点甜酱，然后呢再放一点黑酱油，给它有颜色。因为我一直以为那个薄饼呢是白色的，对，为什么是要变成黑色？我不知道，马六甲卖的都是黑色的，所以我就煮偏黑一点点。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啊，不是这样，不是炒蛋吗？不是煎蛋，不是炒蛋，你现在变成是混蛋，这个叫。而且应该是什么味道都没有的哦。你有没有放盐吗？没有放盐。颜色不好看，味道肯定不行，卖相也不行。你讲不要盐，我没有说不要酱青啊。你要打蛋的时候，你要放点酱青进去，要打了，等下那蛋才有味道嘛。现在还可以再加吗？还可以吗？不可以啦，现在就等一下，只能拿来沾。还可以加吗？这我们就讲少油、没盐，又健康又美味。可能他还真的是娶到一个好老婆，就在这方面可以不用他动手。如果他老婆不会煮的话，他肯定是很厉害煮的，可能。所以我觉得也无所谓了。他可能通过这个节目回去之后，他就会尝试。可能他还真的是娶到一个好老婆，就在这方面可以不用他动手。如果他老婆不会煮的话，他肯定是很厉害煮的，可能。
吃下来好了。来试试看。哇，真的是完全没有味道，是不是？就是一个鸡蛋的味道而已。其实我会煮了这个东西，只是他跟我讲说不用放盐，怎么知道他还要放那个酱青？我也不知道，所以他就是健康大使啊，真的是他连最基本的一些提味的，他都没有放，他就直接用真的是鸡蛋跟长豆酱去做。我做，我至少知道，哎，怎么样都要放一点酱青啊、胡椒粉或者麻油啊什么，给他一点味道嘛。当然我的不是很好吃，但是我有信心，我的肯定比他好吃啊。对他，我也知道他是大厨嘞。腌我是没问题的。我在讲，没有，这是我学过的，只是忘记怎么做了。点点啊，然后呢，鸡蛋哦要圆这样，然后就给它放均匀一点。哇！不会反那个蛋，那2个手。这颜色不错，这颜色不错。腌我是没问题的。准备一个盘给我。啊，盘了，然后摆设一下美美的。哇，不错嘞，有卖相嘞。哇 OK， 我们现在试一下好吗？还好啊，有盐味，但是香味没有。当然了，我都不会煮，我第一次煮哎。 OK， 如果给你做，你是怎么煎？一般四季豆我不会再拿上来，就直接倒那个放在那个蛋里面，对不对？嗯，你们这种就老派的做法，我是年轻人，我 fusion，you know，fusion。刚才讲了吗？要改的吗？跟着时代改变，要变的吗？像披我们要丢大萨。力人。哎，真是。我跟你讲，如果真的我有心要去学煮东西，我相信我会煮得很好，是我没有兴趣而已。如果有兴趣的话，应该这个节目不是迷顺了。OK， 刚才是2位学徒煎蛋，现在是大师煎蛋。OK， 我要看一看多厉害！哇，看到吗？人家做法不一样。开玩笑，人家打鸡蛋的样子，你看，感觉不一样了。对呀，只是煎蛋也没有给我这么大压力。我感觉到他的2块石头压在他这边。有啦，因为我们在学习，也在学习。哎，要有跟我们不一样，你要这样翻的，可以的，你要对自己有信心。你要说是大厨哎，可以的，try，不小心掉地上也是一个效果嘛，试试看来，try 一次。哎呀，你看这种就是压力，人就是这样，有了压力他就有动力的。再来，没顺，当你拍一下，可以的，来，做给我看。看差不多了鸡蛋哈，对，应该可以了吧？对，那我就要让它放2个，要切对吧？待会儿。对，这个你是要怎么样？这个炒，它猪油很香哦，很香哦。你帮我把那个葱也放进去，放了再炒。给它收汁，现在。今天真的比较容易哦，就差不多7、8把了。对。OK， 鱼圆交给你，豆芽交给你，烫一烫就好了。烫一烫，对，烫手哈。OK， 我现在炒辣椒。哇，还要炒哦，炒一炒椒。我觉得，因为如果辣椒这样放进去，当然也可以啦。但我想有一点点炒香味，炒香味，不要炒到很熟，就是给它过一过就好了。有没有麻油啊？有没有？有。为什么放麻油？你过一下出来就比较香嘛。OK。哇，哎，有一个卫生部长在外面整理我们这东西，你看。哇，卫生部长啊，准备好了，那边等一下给你放。因为刚才那个情形是有点乱了，这么多油啦、水机啦、食物乱丢啊，这些我不可以。我如果是没有人叫我做的话，我自己也会自动自发回去做了。我的人是这样子的。他的生活起居绝对是跟我不一样。你看他来都是很干净、很整齐，我不是那种人。但是我觉得只要每个人在他的生活起居里面找到快乐，我就觉得 OK 了。对，所以我不会觉得这个是有一种压力。OK， 卫生部长帮我搅一下，放进里面搅。哇，这个。OK， 豆芽你这个够了吗？够了，不用太熟哦。OK， 还有甜酱。等一下，我想一下啊，我忘记怎么做了。
哦，我真的忘记怎么做。放糖。糖也有，有盐，糖是最重要的。叫卫生部长不要过来。卫生部长坐在后面。甜酱要放面粉的，这个叫甜面酱，就用面粉做的酱。对。既然老板讲不要这样多油，我就要加水了。水。可能失败了，这个我要重新弄过。怎么说呢？因为应该是用油的。那你就放油啦。这个为什么？我没有讲到啊，我是前面讲的少油，我没有讲这个少油。刚才不是放油了吗？对啊，所以这个是失败的。失败的。OK， 我重新弄过，帮我拿去里面洗。其实这个酱我可以去外面买，很方便。我煮那个沙葛那个甜酱就可以用了。我故意不要，因为我想留一些第一次的过程在这个节目上。我觉得失败没有关系啊。是开玩笑，说少油啦、少盐啦、甜酱我不吃，辣椒太辣啦，什么都不吃，都是开玩笑的。其实我是期待要吃的，因为其实整个过程其实真的不容易，每一样东西都是要花时间很用心的去做，那个心意已经很浓厚了，所以我觉得我怎么样的好还是吃。做薄饼真的是不容易，这么看的话好像是很简单一条，那里面的料还要准备这么多东西，我觉得，哇，原来薄饼便宜，但是要 appreciate 啦，真的。OK， 好，说好了，全部好了，全部好了。哇，终于啊！其实薄饼给我一个有意义的想法，就是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过程，有时候真的是很繁琐，但是成果出来，有些事情真的是就是那么简单，就好像做薄饼一样，过程重要过结果，因为你已经在这个过程里面学习到很多了。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很难，但在你达到那边的时候，你说，哎，也只不过如此。反而我有时候觉得越简单的东西，我们越难做到。OK， 1、2、3。好吃，真的吗？是好吃好吃啊，不错。它的感觉跟新加坡的薄饼真的完全不一样。我喜欢它猪油炸，猪油会提所有的味道。对，很香，然后它也增加了那口感。没想到薄饼有这么多功夫哎！你看我们做了几道菜，8、9道了，想不到的事情可多呢。你们也想不到你们会在这边吗？对。你不要说一下为什么你会来新加坡当演员？我来了第一部戏就跟你合作了。对，我知道。对啊，那个警察的嘛。当初马来西亚我们有分公司嘛，然后就被新传媒的高层拉过来，一来就到现在了。对啊，拍有让朱一红啊，幸运。你呢？我要参加才华，我是当军孙俪那一届。哇，拿冠军的是施冰啊，对，然后女冠军是廖莹莹。哦，是哦，其实我也是参加过才华，你知道吗？你有参加吗？真的。我在马来西亚参那个应该是他那一届的，在上一届。他的上一届就是王建夫那届了。王建夫那届，对啊，王建夫跟赖依林。啊，对。那我在马来西亚有去参加 audition， 那我记得是有我们的高层在那边的，然后说好，来表演一下，唱歌。一开口，1分钟不到，叮，是啊，下一位，2年后冥冥中注定就是要来到这里，是。我觉得我们4个同样一个东西，就是可能我们的心路里程不是那么顺，没有说一来就有一个主角演，还是我有。其实我第一次拿男主角那个我是不认同的，我很害怕人家拿出来说这个男主角这个奖项的东西。最佳男主角得奖者李明顺，我会觉得很心虚啊。你拿完之后，你第2年的东西出来是达不到标的。那个时候给你拿奖是有原因的，铺你今天主持这个节目煮菜的，那时候上台就穿个煮菜的衣服。我真的不容易啊！我这个回想起来，以前我们那种早班接晚班，通宵接早班，下雨拍古装，打架一大堆，我们怎么经历过来的？你想啊，古装的衣服有多厚？起码3层，好不好？拍古装是从这里湿到这里的，而且衣服只有一套。你拍完早上，晚上抽了米，晚上继续穿，隔天再穿。你们都没有经历过？我没有。哇，你很幸运呢。我们2个没有。没有拍过古装啊？没有啊。我很期待拍古装。我知道他是不喜欢拍的，我很不喜欢。他不喜欢拍的。
因为我们没有那个环境给我们拍，对没有那种天气跟那种场面给你拍，对我们就硬做的话，就是真的是每次在满带啦、中国花园啦。讲真的，你有没有试过在满带的砂石场？有了冬天没有哇，你要感觉很冷哇，当时汗是在那边飙的。哇，好像以前我们拍戏哦，多晒多热哦，没有人说哎拿个伞帮你撑，没有的。没有。现在的助理都好帮忙我们呢，对甚至导播。你去那个石场，真的是没有树的。而且我觉得最可怕一样东西，我跟碧荣，我记得拍那个古装戏，必须要早班接通宵，通宵接早班，再接早班，哇，很可怕。好不容易拍完今天，以为明天可以早收嘛，回到我们的休息室，看到一张烂到明天早上7点再拍，哇，当场哭，我们两个真的很辛苦。你的 record 几天？5天4夜，一点都不夸张。7天，很可怕，对不对？对啊。我那个时候我真的要放弃。你们完全没有过，没有累到哇！你们真是好命到这样。因为我们不能放弃，不，放弃了没饭吃，对啊。OK 啦，我相信每一个人的阶段都有自己压力啦。你们最后是怎么可以把自己再往前踩多一步继续走？啊，什么意思？是什么推动力？哦，我第一是兴趣了，然后第二就是家人了。我的妈妈、爸爸还在马来西亚，然后我自己的家人也有在，然后我姐姐、哥哥都有在，所以很多东西都要顾虑到了，也不能够轻易就放弃。你呢？我觉得要往前一步也需要勇气，那离开我觉得也是需要一个勇气，就是说，哎，你是否真的要放弃？因为这个是我自己，小时候的梦想，是想做这个工作，放弃的话会有点可惜。有想过要放弃吗？有，应该有了。有啊。我曾经也是自己自找的啦，发生事情。那我觉得，不管是碰到怎么样的逆境，我觉得或者是问题，我觉得正面是很重要的。对，正面对。消极真的是会反而让你更糟糕。positive。我那时候我也是觉得，过后应该是打包回家，离开这行。我真的做好最坏的打算，就回马来西亚，或者可能去别的地方从事别的行业。我已经真的是做好这样的打算了，结果还真的是蛮幸运的啦。对。我不觉得是幸运，我觉得你处理方式很好。是吗？在那个时候就不容易啊。我觉得你最成功一个地方就是你勇敢的面对整件事情，你没有逃避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本来就是成熟的责任嘛。但是不容易。对。真的是很谢谢大家，在我这么困难的时候呢，给我这个支持。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一定会很认真的去面对，自己做的事一定会负责。谢谢。恭喜明顺。那个时候真的是不是别人丢你下来，是你自己从高楼跳下去，那种感觉。现在还敢喝酒吗？喝啊，没有，这个跟喝酒没有关系，我觉得这个跟态度有关系，跟处事有关系。说出这个故事，并不代表说我们要去改变这个故事，或者是让你来听到的故事同情我，或者鼓励我，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每个人的人生，每个人的经历都会有顺境逆境。当我碰到逆境或者是不顺遂的时候呢，我觉得你还是要面对，或者是去迎接这个逆境。那你这个迎接跟面对的时候呢，你就要保持住自己正面跟积极的想法，因为只有这个磁场或者这个做法，才能够让你把这个逆境转变成顺境。虽然我们都是从家乡来到这里，对不对？那走到今天呢，我相信大家还是会有压力的。那我想说，就是你觉得我们在这个年纪啊，还有机会冲刺吗 ？Of course， 为什么没有？在哪方面？你觉得是怎么样？有一阵子我们两个都轮流出国嘛，就离开。出国是什么呢？是离开新加坡，找更好的机会。对，那时候算是些许低潮吧，但后来当然也很幸运的，就是还有很多监制有回来找我们，拉我们回来拍戏了。就回来以后还是有很多的机会。我常讲了，我觉得我们艺人不管什么年龄次的，
10多岁、20多岁，甚至50、60岁的好，其实都在等一个机会。那个机会就可能你拿到一个角色，能够让你突然间让大家认识你，或者那个剧情，我们在等这个机会。所以我觉得不管什么年龄次都能够冲刺，只是我觉得怎么样挨过去，那个过程还没有到你拿到那个机会的那个怎么挨过去？那个心态我觉得那个很难的。当然还有就是好像这样的前辈啊，不断的灌输我们要保持正能量，心态要好。所以很多时候用嘴巴，真的这个是很重要。我真的觉得你讲的对啊，这嘴巴讲是其次啊，然后做的时候真的是不容易。比如说，为什么我们出去台湾，就是我想要一个新的环境来冲击一下，灌输不一样的东西。你这个是跟我当初暂时离开新加坡去在外面闯的理念是一样的，那就是说想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发展。对。另外一点就是我想出去看我的表演到底在整个亚洲的市场是在哪一个层面的。我是想去考验我自己。我觉得另外一个成功的地方，就可能因为你现在往外跑有成绩的，但是你没忘记这个根哦。这个回来哦。哎，讲真的，我会回来做节目，是因为我关心这里。就好像我说，如果以后我有机会当导演或者什么，我希望自己能够先拍的是本地题材。如果真的有一天你当导演的话哦，哎，找我们拍戏哈，先敬你一杯，这有机会是吧？要不然有没有找我们拍戏怎么办？去。先讲好钱呢，来，先讲好，先伤感情，先。OK 啊，我希望我们接下来会在不同的领域再合作。Cheers。哎，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跟 Rebecca 来的时候玩游戏，今天不用玩了，这么好。下雨啊！啊，下雨，来毽子，耶 ！OK， 来，我们来试一下啊。哎，这个其实好，我们玩一下。哎，你看来啊！一定要用脚的，这没有这个用屁股的。我不懂多久没有玩了，你看我都不会踢了。我小时候很少玩这个。他会。哇，不错啊！太开了。哎呦！哇！眼轮没问题的。尽量不要给它掉了，是吗？我真的要不行了。哎，要给点机会。我没有一次踢到，很丢脸的。OK， come on。哎，不行了，这为什么这么差啊 ？OK， 不然我们玩另外一个，每个人都踢，看你可以坚持踢几下。OK， 你们厉害的站前面给观众看一下你们有多厉害。OK， 来。这个也不错啊！哇，3下，冠军了！8下，你别给我救我，不要给我救我！你是主持人，你哎，压轴。照这年纪来 ，OK。哇，不错哦！哇，4下，厉害！哪怕回家了没有？人生无常，活在当下，且行且珍惜。对的，人生真的是无常，活在当下，现在开心最重要 ，OK？ 其实今天的重点并不在于那个食物，而是在于那个过程，大家能难得聚在一起，一起去准备一道菜。那准备的过程中有欢喜啊，有开心啊，可以说是逃离了大城市里面的那种平时生活压力的一种抒发的一个方式，我觉得挺好的。
永远的大哥，让我们一起努力，让我们的人生没遗憾。一起努力 ，OK？ 一起为我们新加坡的娱乐圈努力 ，OK？ 我觉得这一整天下来呢，很让我回味到我的家乡，回味到我的家人、我的朋友。谢谢你们。2集下来，莫名的亲切感，就因为你的真。谢谢你，谢谢你抽出2集的时间来陪我玩。经过了上一集，再加上这一集，我发现我进一步了解明顺，我突然觉得他跟我就是一种莫名的亲切感。我相信，如果下次有机会再跟他一起合作，我相信我们的友情会升华到像亲情这样子哦。其实我跟哈维是在工作里面认识，工作里面熟，他也跟我老婆很熟，所以这种关系是很微妙的。但如果是聚在一起的时候，你说有话题，肯定有话题，但是玩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朋友这样的感觉。那我们每次玩的时候可以玩得很开心，玩得很疯狂，我觉得很好啊。难得不对，4嘴8舌，其实男人可以很八婆，哈哈哈。我也不知道什么年代，看戏，他是我的阿公，无限啊。